方才我豁出了这条小命，重演了3个新娘的死法。你演的可真像，就你话多。其实我真的不明白，这个嫁衣到底有什么样的蹊跷，所以我就试演了一遍。因为房里没有镜子，我就走到此处借镜时一看。 没想到郭坤背着骷髅突然出现。这里是下坡，李莲花身上的裙子又非常的重，所以人摔倒之后会因为身体上的重量压着，不仅很难起身，还会因为身体过重，顺着下坡往下滚。而这石榴裙的裙口过于窄小，人很难迅速爬起身，所以。 李莲花才会一路滚下去，跌入莲池之中。难怪那些新娘身上到处是骨折和伤痕，正是拜你的寿山石所赐。正是。倘若撞晕过去，掉到水里，直接就会溺死了；若是没撞晕，嫁衣这么重，掉到水里。 也无法自救啊！李兄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庄上死的3位新娘，都是因为这16群，他们才失足摔倒，落入水池，溺死的？没错。可他们的尸首都是在那边发现的，怎么会死在这里啊？这个采莲池并非死水，因为河水通向外河，有暗流，所以尸体被河水推下了桥下。 盛开的莲花阻挡了尸体。李莲花，你之前在发现尸体的桥边查找线索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那里的水其实是通向新娘待嫁房附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才说想看看嫁衣。不然呢？可就算如此，可是那些新娘明明在镜石面前照镜子，为何会突然绊倒？那就得问郭坤了。某些人刚才不就是这样掉下去的吗？ 是二叔发了疯吓到这些新娘，他们才……跑不掉啦，跑不掉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我二弟。孽障！不瞒3位，我二弟从小得了疯病，到了成家的年纪，一看到穿嫁衣的新娘就会冲过去，所以我只好找人看住他，以免吓到别人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都怪我疏忽。 让他连害了3人，今天我就杀了他！来人呐！慢着，方大人，郭庄主，即便事由他起，也不能乱动私刑。我会将犯事之人先带回白川院，再来定夺。方才那方混乱，不知有没有伤害到池中的莲种，你们去看看。 我还是觉得不对，为何每次新娘在镜石前照镜子的时候，这郭坤刚好都在镜石前发疯呢？还有这郭庄主，明明对下人如此苛责，怎么会允许这样一块石头10年未曾挪动呢？更何况刚刚那条路明明是双星会相，本无需寿山石改运，并不符合什么风水之说呀。有问题，有问题，这巧合未免太多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说话呢？ 怎么可能，方少侠？我刚才不过随便说说自己的猜测，这个郭乾就立刻认定是郭坤干的，这是有问题的。何况这许娘子死了，尸魂去了哪里呢？不是白忙了一场？那你是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不早说。我是在想，这个郭乾说了那个莲种，我总觉得吧，好像是一种秘术。我也略闻一二，是吧？ 我记得很多年前，金渊盟也曾从轩宇学过不少这些古怪的秘术。是啊，唉，就你们俩江湖见闻多，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方少侠，今天呢，你是最辛苦的啊！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宵夜吃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想跑，回来！哎呀，又是什么呀？
这什么呀？莲子羹里加辣椒，这可是特别为你准备的麻辣枸杞莲子羹。莲池中间的莲子还是又大又圆，不煮一碗尝尝，怪可惜的。来，快尝尝吧。阿飞，你今天晚上表现不错，这碗汤赏你了。不必了，留着自己享用吧。奇怪，这莲心居然有股异香，你又加了什么东西啊？果然有问题啊！